任天堂出的 Nintendo Switch 都终于要2年了，但还是有些关于 Nintendo Switch 的事情你是应该知道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Game On Today。那今天来说一些关于 Nintendo Switch 的小提示，你是有可能不知道的。如果你从其他国家购买 Nintendo Switch， 那会有什么不同呢？打个比方说，如果你是在日本买 Nintendo Switch， 它会比较便宜啦。但当你有一天 Nintendo Switch 坏掉了，要索赔保修时，你将会遇到不必要的麻烦，就像你只能回去日本索赔保修权，而不是在你的国家索赔保修。我想没有人想要这么麻烦吧。Nintendo Switch 的屏护保护膜重要吗？我可以说 Nintendo Switch 的屏护保护膜是必须的，因为每当你把你的 Nintendo Switch 放进座底时，它可能会在你的 Nintendo Switch 上留下一些标记。因为任天堂的座底设计不是很完美，那我的 Nintendo Switch 就是一个例子。你看吧，我的屏护保护膜上留下了超多标记的。如果你想要保护你的 Nintendo Switch 的屏护的话，就买个屏护保护膜吧。第三方出的座底可以用吗？在谈到任天堂不完美的座底设计之后，你也应该不使用任何第三方出的座底，因为它会阻塞你的 Nintendo Switch。如果你因为用了第三方座底而你的 Nintendo Switch 坏了，你是无法申请保修的。所以最好是只使用任天堂的座底或你自己定制的任天堂座底就好了。最好永远不要使用不是任天堂的电缆和充电器，这呢是和第三方座底同样的问题。因为任天堂用了他们的专用电缆，所以你是不应该使用不是任天堂的电缆和充电器，不然你的 Nintendo Switch 会坏掉。那到底该不该买多一个 Joy-Con 呢？如果你是要问这个问题的人，那你也要问问自己吧，你是否有2个朋友或家人以上？因为只需要多另一个 Joy-Con， 你就可以玩4个人玩的本地多人游戏啊。所以买多一个 Joy-Con是绝对对的。需要买专业控制器吗？这要看你自己吧，因为与其他控制器相比，它是相当昂贵的。赞成专业控制器的最大理由就是它对家庭设计非常舒适，反对它最大的理由就是如果你在旅途中使用 Switch， 几乎是完全是多余的。两者是有效的，取决于你打算如何使用 Nintendo Switch。还有就是除非你真的太喜欢专业控制器上的一些限量版艺术，否则我是不认为它是值得的。应该买实体游戏还是下载版本呢？当然每个人的偏好是个人的，我不是一个能为你做出这些决定的人，但我推荐两者兼而有之。因为任天堂的系统只有 32GB 存储罢了，如果你想要买下载版本的话，那你一定要多买一张 microSD 卡了。任天堂呢的实体二手游戏呢，与 PS4、Xbox 的二手游戏相比呢，当任天堂的实体游戏二手卖出时，不会下降太多，反而 PS4、Xbox 的二手游戏下降了10分的多。因此，如果你想要转卖你的二手游戏的话，那就去实体游戏吧，因为你去下载版本的话是不能转卖的。但是去下载版本也有好处，那就是为了比较方便。如果你需要买一张 microSD 卡，那到底有多大呢？ Nintendo Switch 呢支持尺寸为 32GB、64GB、128GB、256GB 和 512GB 的 microSD 卡。那如果你只想要玩下载版本的游戏的话，那你至少需要 128GB 或者是 256GB 的 SD 卡才能长期使用。对于实体游戏的玩家呢，只需要 64GB 或者 128GB 就够了。那你应该买什么速度的 microSD 卡呢？目前速度并不值得考虑，原因是 Nintendo Switch 呢只支持 UHS-1 的卡，速度最高达 104MB/s。UHS-2 类型的速度呢提高了3倍，速度为 312MB/s。但这与 Switch 根本就无关，因为 Nintendo Switch 目前不支持它们。此外，实体游戏呢几乎是比 microSD 卡加载的慢，所以 microSD 卡会提高加载速度。开多几个不同国家的账户来找更多折扣的游戏。是的，这实际上是一种节省钱的方式。例如，墨西哥的游戏都折扣比美国的多。
如果你在墨西哥买游戏的话，那就能节省钱了。还有的就是日本的 eShop 呢，会有一些独家游戏是在其他国家找不到的，所以我建议一定要有一个日本的账户啊，因为有一些特别的游戏真的是很好玩。什么是 Nintendo Gold Point 以及它们如何运作？无论何时购买 Nintendo Switch eShop 的游戏，你都可以获得一定的数量的金币。因此，如果游戏价格为 49.99 美元，你将获得5%的黄金积分。你也可以获得实体游戏的 Gold Point 积分，尽管它不是那么的多，在 4.99 美元的情况下，你将获得1% 的黄金积分。虽然只获得一些积分，但长期下来，你还是可以用黄金积分来拿到免费的游戏。长时间手持模式玩游戏，感觉累吧？那买这个吧。手持模式总是我最喜欢的模式，但由于它的尺寸和平坦的背部，很难握着 Nintendo Switch 长时间玩游戏，所以 Square 不仅保护了 Switch， 还在 Switch 上提供了2个舒适的握把，就像 PS4 和 Xbox One 的控制器一样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握把，这可以帮助你感觉到更舒适，这样子你就可以玩更久。当然，你购买这手柄的时候，你还可以购买一个漂亮、素质一流的壳。有了 Nintendo Switch， 那该玩什么游戏呢？当然，第一个强力推荐的游戏就是《阿尔达传说：传野之息》，它是任天堂令人敬佩的奇幻系列中的最新佳作，而且它包含了自己的历史。那第二个游戏呢，就是《超级马里奥奥德赛》，它是马里奥最大的3D 冒险之旅，带他到世界各地参加一些以帽子为主题的冒险活动。第三个游戏呢，就是马里奥赛车8豪华版，我可以说呢，它是你现在可以买的最好的马里奥赛车版本。第四个游戏呢，就是精灵宝可梦 Let's Go， 它是家用游戏机上首款 Pokemon RPG 游戏，将经典系列的元素与新的 Pokemon Go 的游戏融为一体，所以这游戏才那么的好玩。最后一个游戏呢，就是现在很出名的任天堂明星大乱斗特别版，它是任天堂的明星大乱斗系列里面呢最新的产品，也是 Nintendo Switch 的第一款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角色和关卡。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你应该等到任天堂发布新的 Switch 机才买吗？对于我来说，我个人呢无法等待那么久，因为任天堂已经发布了这么多这么好玩的游戏，如果我还继续让这些好游戏慢慢的等呢，那这些游戏就会慢慢的变无聊了啊。好的，视频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错过了一些关于 Nintendo Switch 的内容，请记得告诉我。如果你想发表评论来分享的话，那就去吧，好让其他评论者也能看到。如果你喜欢这视频的话，就记得请按赞。还有，我每个星期都会发布像这类的视频，如果想看的话，那就记得订阅我的频道了。最后，我还真期待任天堂会对 Nintendo Switch 在2019年会如何发展下去。那就谢谢大家了。